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从今天开始，我供大家讲解维摩诘经。因为是讲经，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开经偈，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念3遍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接下来呢，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每一次讲经的时候，都会念3遍本师释迦牟尼佛，还有开经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学到佛经，都是因为有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我们才知道。还有呢，就是开经偈，就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现在学一部经来之不易。从释迦牟尼佛讲经弟子把它结集起来，然后到最后从印度传到中国来，需要翻译，经过多少的高僧大德辛劳的付出，我们才有这种因缘读到大乘经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学大乘经典的时候，我们都要这样做，就是表示恭敬、恭感恩。第一点，我为什么要讲维摩诘经？首先呢，我要让大家知道，当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这个学佛的人怎么样去面对困境？如何以超脱的心态去面对现在的疫情？这是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应该既有的一种心态，要有一种超脱的心态。怎么样得到超脱的心态？我们就要学维摩诘经。维摩诘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不二法门。什么叫不二？就是不管你的生活是在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你如果能够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那你就是一个有功夫的人，有修行的人。你的心不会因为外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所影响。所以我们如果从现在开始，大家静下心来，好好学习维摩诘经，我相信可以从维摩诘经里面得到一种很高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在逆境中解脱烦恼。那么第二点，学习维摩诘经，主要目的是引导大家明白什么是圆满究竟了义的佛法。因为佛法博大精深，包罗万象，
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我们佛法有5乘佛法，有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佛乘。那么什么是最圆满究竟了义的佛法？如果我们通过学维摩诘经以后，你就能够找到答案。也就是说，你现在即使你是一个在家居士，如果你有维摩诘居士的这种大智慧，你在家学习依然能够得到很大的成就。因为维摩诘居士他是一个在家居士，他能够学这么好，就说明真正修学佛法最重要呢是你的心，不在于你现的什么相，你在什么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心当下清净，一切国土就清净。第3个原因，我们要从维摩诘经里面学到佛教的这种无我的思想，还有平等的慈悲心。如果我们能够从维摩诘经里面学到无我平等的这种慈悲心，那么不管你在哪里，你都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不管你是在家、出家，你在寺庙，或者是你在家里，或者是在你在工作的公司，都能够起到一个积极向上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一次要跟大家讲这个维摩诘经的原因特别是疫情这么严重这个影响这么大它的面积不仅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就全世界。所以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疫情？这就是要有大智慧的人，要有很深的定力，你在这疫情的面前才能够如如不动，保持你的清净心。同时呢，在这个疫情这个这么痛苦的环境之下，怎么样去激发你这个慈悲心，去帮助更多的人，这都是我们这个佛弟子应该要思考的问题。好，第2点，我们来介绍维摩诘这一部经好多人都知道这个维摩诘经跟妙法莲华经是一部大乘经典，很流行的经典从古至今，不管你学的是什么法门，好多人都想去读诵，都很愿意去了解。那么维摩诘经这部经究竟是什么经？首先大家知道，维摩诘经是属于大乘佛教的经典，它是要教你怎么样回小向大所以呢，维摩诘经是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大乘经典它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就是批评这种小乘人。有的人讲说什么叫小乘，什么叫大乘？简单来讲呢，就是大乘就像你开的是这个大巴士是火车、大轮船，这个大乘。小乘呢就是像你骑的自行车摩托车那么从维摩诘大居士他认为，他的佛
示现到我们人间来，主要目的呢是要让我们学习大乘佛法，要有慈悲心去普度一切。所以他批评小乘人啊，叫独善其身，自我解脱。他的这种自私的心理是要不得的啊！我们做一个真正修行人啊，我们不能做一个小乘的人。显示了这个声闻缘觉恶乘是证悟到这个境界不究竟、不圆满、不了义。所以呢，这一部《维摩诘经》主要的目的啊，是宣扬大乘佛教利他的思想，赞扬了大乘菩萨那种慈悲济世的精神。那么整部经呢，以这维摩诘居士作为中心人物，通过与文殊师利菩萨还有其他大众一起来谈论佛法的这种方式，以此来宣扬大乘佛教的不二法门之妙理呀。所以整部维摩诘经，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在讲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是什么呢？就是解脱法门啊！我们如果你证得不二法门，就能够获得解脱自在啊！所以不二法门是我们修学佛法最重要的一个课题。维摩诘经是继般若经之后的初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佛教大乘经典，大乘经典有初期、中期、后期。那么这个维摩诘经是继般若经之后的初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这个大家都要记得。好，我们现在讲第三点，维摩诘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先后有7种翻译。大家知道佛教最初是来自于印度那么印度当时呢是用梵文，那我们中国人看不懂梵文怎么办呢？就要翻译成中文。也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西方国家，有好多的人他想要了解佛教，他中文看不懂，他就要看英文。所以我记得在几十年前，我们陆度长老就跟我们讲了，他说在西方国家，这个英文佛经非常重要他发大愿用40多年的时间，把很多中文的佛经翻译成英文，让西方国家能够就是让更多人可以看得懂所以这个是语言很重要那么维摩诘经从印度翻译到中国的中文有7个版本那么现存呢有3个版本第一个就是三国这个吴知谦译的叫维摩诘经，有2卷。那么鸠摩罗什翻译的叫维摩诘所说经有3卷谭三藏法师、玄奘法师翻译，他的经名叫说无垢称经6卷。那么这3种翻译里面最为著名的是以这个鸠摩罗什他翻译的这个叫维摩诘所说经3卷，一共是14品最为出名那么现在好多人呢都以他这个版本来诵读来研究。因为呢鸠摩罗什呢他只要是以这个意义就是把他的大意把它翻译出来，
玄奘法师呢，他是以这个直译呢，它有6卷叫说无垢称经有6卷那么像一般人读起来就觉得比较繁琐那么在鸠摩罗什翻译的这3卷一共14品。那我们这个讲座所采用的一个教材呢，就是用鸠摩罗什的这个版本。第4点呢，我们讲一下这个《维摩诘经》翻译成中文之后，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有很多的梵文翻译成中文以后，不是很多人都很愿意去看、去读诵去受持、去推广。但是《维摩诘经》它不一样翻译之后我们很多中国人看到这个《维摩诘经》的思想境界，还有它里面说法的情节，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奇，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呢，《维摩诘经》翻译之后备受中国佛教界的重视不管是那种普通的信众也好，或者是那种非常有学问的也好，或者是那种非常有修行的人也好，他们都很重视不仅是佛教界很重视这个《维摩诘经》，就是社会大众那种知识分子都非常这个崇拜这个《维摩诘经》。那么历代高僧大德为这一部经典做了很多的这个注解可以说都不胜几最少呢有40多种不同的这个注解。大家想一想一部大乘佛法经典后人有40多种注解，就说明他这部经它的分量、它的影响力。还有呢，为《维摩诘经》做注的这种作者呢，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高僧大德，还不是普通人举个例子，像南北朝时期的僧肇法师大家都知道，僧肇法师就是鸠摩罗什的弟子。他看到这个《维摩诘经》以后，非常的高兴，非常喜欢，爱不释手。还有道生法师，还有隋代的这个净隐寺的慧远法师，还有这个隋代中国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那么在这个唐代初期有很多的高僧大德比如例如像三论宗的创始人寂藏法师，唐代玄奘法师的弟子他也是对法相宗贡献很大的窥基法师，还有天台宗的著名的传人智圆法师、湛然法师，这些人呢对这个维摩诘经都是非常有研究在修行方面都是得到很高的境界。那么在这种这个注解这种著作中最有著名的、影响最深远的应该是僧肇法师的《维摩诘所说经注有10卷。鸠摩罗什翻译这个《维摩诘经》3卷那么他为了做这个注解做了10卷。那么智者大师呢，他为这个维摩诘这个做注他叫《维摩诘所说经文书》，有28卷这智者大师他的这个智慧不可思议结藏法师呢他为这个维摩诘经做这个注解，他叫《维摩诘所说经义书》6卷由此可以知道在当时这么多的高僧大德对这个维摩诘所讲的这个不二法门、般若思想大力的弘扬，说明了这部经他所讲的道理都是
适合我们修行人去参悟的。那么维摩诘经与东土众生的缘分是什么样呢？可以说维摩诘经与我们东土的众生这个因缘深厚。那么自从翻译出来之后在中国呢广受出家众、在家居士或者是社会大众所喜爱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和流传。维摩诘这位大居士，这位长者，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在家居士的形象，更是在这个佛教界和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我们佛教界一提到这个维摩诘居士，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呢，他们都为这个维摩诘居士这个画像在魏晋时代，因为这个维摩诘经得到很好的传播。那么经中的这个中心人物就是维摩诘居士在那个时候，就是在魏晋那个时代呢，已经是家喻户晓好多人都知道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好多人都知道阿弥陀佛、知道观音菩萨一样那么不仅是在佛教界里面影响很深远，同时在社会上好多的名人都知道成为名人学术谈经论道的主题当我们谈论到这个玄学谈论到这个佛法谈论到这个禅的时候他们就会提起这个维摩诘大居士这个人物，还有他的不二法门的解脱思想。在东晋著名画家叫顾恺之，为京师瓦官寺做维摩诘居士故事画。由此可见这个维摩诘经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它的地位。在南北朝的时候，除了许多高僧大德为维摩诘经做这个书注之外也有不少义学名僧为维摩诘经演讲，就是到处去推广维摩诘经，去演讲维摩诘经。比个例子，像这个刘宋名僧叫宝亮法师，一生讲了维摩诘经20遍专门在讲这维摩诘经这种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在连代3大家之一的法云法师，在妙高寺除了讲解法华经之外，就是讲解维摩诘经。当时闻名而来的听者都不胜举，轰动一时。由此可见，法华经与维摩诘经这2部经在佛教中它的地位还有它的重要性。另外一位呢，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了，被称为黄地菩萨的梁武帝，对维摩诘经也是非常感兴趣可以说是爱不释手他除了呢常常读维摩诘经之外，他还为维摩诘经做注解所以大家想想看，不管是出家人或者是帝王，或者是那种非常有知识的知识分子都很喜欢这个维摩诘经。那么第5点呢，我们讲讲这个维摩诘经在中国对隋唐时代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佛教呢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经过魏晋南北朝大量的翻译佛经，那么到了这个隋朝唐朝以后
可以说是八风并立啊，佛教八大宗啊都成立了，叫八宗并弘啊，也就是说，隋唐佛教是佛教的黄金时代，是最兴盛的时候。那么这些宗派呢，都受到《维摩诘经》的这一部经的影响啊。举个例子，像那个三论宗、天台宗还有禅宗啊，都跟这个《维摩诘经》啊这个法源是密不可分的啊，影响很大，是很直接的啊。北京的知名学者啊，叫周世家居士啊，曾经说过，他说呢，三论宗以《维摩诘经》为根本。他说天台宗也是一样，以《维摩诘经》作为根本经典。特别是智者大师，他以《维摩诘经》的思想建立了四教仪，还有空、假、中三观。另外呢，还有呢，讲到这个四悉檀啊，这个都跟《维摩诘经》的思想有关系。那么《维摩诘经》对中国禅宗的影响啊，更不用说了啊。我们以前啊在这里都讲过六祖坛经啊，在六祖坛经里面啊，六祖慧能大师有好几次啊提到《维摩诘经》的思想啊，所以这个《维摩诘经》啊，对修禅的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那么《维摩诘经》与《法华经》啊这两部经是相同呢，还是不相同呢？啊，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呢，无论是《维摩诘经》还是《法华经》，都是同属于大乘佛教的经典，阐明的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思想，都是佛的权巧方便说法。我大乘圆教才是佛所说的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啊！所以《维摩诘经》跟《法华经》都是告诉我们啊，佛有权巧方便的说法，目的呢是引导所有人归向一佛乘。《维摩诘经》呢是偏重在破除一切执着啊，所以《维摩诘经》里面就是在破一切这个相，而《法华经》侧重在建立一切妙法。这两部经虽然呢侧重点不一样，但它的宗旨和目标都是相同的。鸠摩罗什的弟子深照法师在《维摩诘经序》里面讲到对《维摩诘经》所表述的佛教思想的要点做了一个概括。他说：“此经所明，统万恨，则以权智为主；是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既蒙后，则以慈悲为首；以终极，则以不恶为言什么意思呢？就是《维摩诘经》所讲的道理，就是讲到这个，我们要弘扬佛法，一定要有权巧方便去接引众生，要有智慧在树德本呢，就要修六度万恨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我们想要去让众生断疑生信，那么就要有这个慈悲心去接引他们那么佛法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不恶法门，这个就是深照法师对《维摩诘经》的一个评价这个评价是很高的。第六点，我们讲讲《维摩诘经》是
佛在世的时候，由维摩诘居士所宣说的。有的人就会问呢，他说，一般来讲呢，这个佛经都是佛说的，那么根据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故事情节，大部分都是维摩诘居士所说的，怎么能称为经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这个解释一下。通常佛经呢有5种人所说。第一呢，就是佛亲口所说，比如讲佛说阿弥陀经。那么第二是佛弟子所说，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维摩诘经呢，就是佛的弟子，这是维摩诘居士所说的。那么第三种是知天天人所说，第四种是仙人所说，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化人所说。所以呢，我们讲到佛经呢，不仅仅是佛说的，还有佛的弟子，还有其他人所说的，所以大家对这个佛经的理解要明白，要了解这个意思。那么这一部维摩诘经是一部很特别的一个佛经，很有这个戏剧性的这个佛经，这个故事很活泼生动，讲述了佛在世的时候，那么有一位长者叫做维摩诘居士。那么这一位维摩诘居士，他是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不管是他的财富，他对佛学的这种这个理解，还有乃至于他的修行，那是很了不得的。那么当时呢，他为了要度化众生，希望这个众生能够领悟大乘佛法的妙义，所以他就示现他生病了。那么佛陀呢，就派遣他的很多不同层次的弟子去问病。这层弟子呢，他们都曾经被那个维摩诘居士呵斥，都批评他，就是他就是在修行方面呢、知见方面呢有所执着，所以都被他批评，都不敢去问他。最后呢，以文殊师利菩萨为代表。为什么最后只有文殊师利菩萨去做代表呢？大家知道，文殊师利菩萨是代表智慧第一唯有这个智慧第一的大弟子这个时候才能够跟那个维摩诘居士对话所以呢，很多人就跟着他一起去哪里呢？去了这个维摩经舍与维摩诘居士对话那么这个情境十分壮观这个好多人嘛都一起去那么在对话的这个内容也非常丰富多彩特别是这个场景里面呢，变化莫测这种境界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境界一般人、一般凡人、小乘都没办法去理解的。这个境界里面是我们常常所讲的大能容小，大家可以理解；小能容大，这个不能理解。但是在维摩诘经里面就会能体现到大能容小，小能容大，大小不二。所以唯有通达大乘者你修行要修到很高的人，才能够领悟到其中的妙理所以这就叫佛法不可思议。我们讲第7点叫维摩诘经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大家要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学习维摩诘经。那么维摩诘经既然是大乘经典影响那么深远，那么它里面的中心思想是什么？4个字：不二法门。大家要记起来不二法门是非常好用。不二法门就是一个解脱法门。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学到不二法门，我们就解脱了，我们就自在了，我们就不会有烦恼了所以呢，
维摩诘经的主要思想以不二法门为中心，来想象真如法性、诸法实相。因为诸法实相是不可说不可说，说出来就不是诸法实相，所以你要通过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不二法门的境界，来想象真如法性，想象诸法实相，你才知道什么叫真如法性，什么叫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跟真如法性是要离开这个语言、文字、思维、概念也就是说，什么叫诸法实相？你说出来就不是诸法实相，你想到的你想说我要想一想，那这不是诸法实相所以呢，正所谓什么叫言语道断，心行出灭，离世际皆白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语言说出来的都是错的，所以叫言语道断你心里面所想的，那这种概念思维都是不对的所以学佛的人如果能够体悟到其中的妙理，就能够悟到怎么样？悟到第一义谛之不二法门。我们佛教里面讲这个熟谛第一义谛熟谛就是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我们的相对的概念比较像我们会常说哇这个很美美是对丑来讲的，长是对短来讲的，高是对矮来讲的。那么第一谛就是知法它的本体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维摩诘经对各种人物对话，它的这个叙述形象鲜明赋予这个哲理性和文艺价值。所以从中国的隋朝、唐朝以来，就以这种丰富多彩的情节来绘画啦、雕刻啦、拍成戏或者是用这个诗歌来作为题材，以此来宣扬大乘不二解脱法门的妙理所以这个一部好的佛经它的影响力很大。第8点，我们就是从文学方面来讲，这个维摩诘经对中国的文学影响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文字十分华丽优美这个语句简洁通畅，内容呢又是通俗易懂我们读那个维摩诘经好像在读故事一样，好像在看戏一样这个一出一出的很精彩。不仅是一部佛学大乘经典，也是可以做一部通俗小说的文学作品来欣赏。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文字还有的思想内容对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个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僧肇大师是翻译大师鸠摩罗什的大弟子，他就是因为读到了维摩诘经之后，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据说呢，这个僧肇大师当时就是因为读这个维摩诘经而发心出家，皈依佛教的，成为中国三论中的开创先驱者。他继承了鸠摩罗什般若中观思想。在三论详译里面引用的这个僧肇法师他的话说他说每读老子庄周，叹曰美则美矣，然其生密类之方，犹未尽也。后读维摩诘经言，吾之所归极矣，遂弃俗出家。就是他以前读了老子，读了庄子，读了很多的中国传统的这个哲学思想，他说虽然是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觉得好像不感觉到欠缺了什么，
那么到他读了这个《维摩诘经》以后，他说：“哦，这个就是我想要归属的地方。”所以后来他出家修行，专门在弘扬这个三论宗。那么现在我们讲第9点解释这个《维摩诘经》的经题因为我们要讲《维摩诘经》，首先呢要对经题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我们就可以对这部经的整个思想脉络能够略知一二。维摩诘经另外一个名字叫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维摩诘梵语呢称为毗摩罗诘。毗摩罗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净明的意思清净的净明人的明。有的人称为维摩诘为净明居士。那么这个净是什么意思？在佛教里面讲，净就是清净无染的意思。因为呢，维摩诘居士虽然呢他有太太有家属，但禅修放恨，这个不容易一个人有家眷，他还能够修学佛法。明就是维摩诘居士德高望重，非常有大智慧才受人尊敬称赞的意思。因为这个维摩诘居士虽然他是一个居士，但是呢以他的这个境界，以他的智慧，以他的慈悲心，那么他们都认为他是古佛在世他是四相居士身替佛来演说妙法的。从佛法里面讲呢，我们不能着相就是你看到他是居士，其实他是古佛在世。不思议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听到讲这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你是没办法用你凡人的境界去领悟大乘的那种境界。就是维摩诘居士他的境界不是一般凡夫恶乘之人所能领悟的，更不能只从文字语言或形式去认识去理解。说明了知法实相之理是离言结相这个知法实相的一切道理是离开语言是不能用形式外表去测量的。无说无示凡是你说出来表示出来的都不对，都不是知法实相。凡是言说相事都是分别念你已经落到第二念了。第二念就是分别念，你懂就懂，你不懂你要想想看这是什么境界，那已经落到第二念了，已经落入了言相之中结为地义地义呢就是不能有分别不能去想的。所以文殊利菩萨问这个维摩诘居士他说何以不恶法门？他说什么叫不恶法门？维摩诘居士怎么回答他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问你说什么叫不恶法门，你可能引经据典讲了好多道理来告诉他叫不恶法门。可是维摩诘居士他怎么说？闭口不言闭起口来不说话，这才是真正的不恶法门。所以真正不恶法门就是不能说出来，只能意会，不能言说。解脱就是脱离六道轮回之生死断除一切生死根本的烦恼。众生之所以轮回生死之中，就是因为无明妄念，希望分别，而起种种的烦恼，造种种恶业。现在说不恶，就是要断除妄念，要把你的这个希望分别之念
这种无明妄念全部都把它去除了，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得到解脱。那么最后讲到这个经啊，这个经是通体。通体呢，就是你要不然我们常常讲的《阿弥陀经》啊、《金刚经》啊、《地藏经》啊、妙法莲华经啊、般若经，这个经是通体，就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啊，所以称为经啊。那么经当然解释很多了啊，我们在这里简单跟大家讲，那大家记得，经是梵文啊，叫修多罗啊，或者叫疏传啊，这个梵文叫疏传。那么又称为契经。什么叫契经？就是上契诸佛之妙理，下契众生之根基。那么契理什么意思呢？契理啊，你才可以通过修行到最后成佛。契机就是你说的佛法以后，大家喜欢听，得到妙用，你才可以去度化众生。这是经的意思啊。那么今天我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这一部《维摩诘经》，你要知道这部经是什么经。这一部《维摩诘经》是一部启迪人生大智慧的经典。为什么这样说呢？维摩诘居士认为啊，说众生有烦恼才能够升起佛法的觉悟。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烦恼最好，有烦恼来的话呢，我们也不要去排斥它。来时随他来，走的时候随他走，啊，你要有这样的一种正直正见啊。因为一切的烦恼啊，都是重复的种子啊，我们要修成菩提，那么你离不开烦恼啊，烦恼即菩提，菩提没有离开烦恼，就是这个意思。在维摩诘居士认为，烦恼就是道场，因为烦恼也是本体的体相啊。众生是道场，因为这有众生才能够体悟无我的道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偈啊？这个偈我觉得很好。它是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大家知道吗？你如果说你要找莲花，你到高原陆地找不到的。莲花在哪里呢？必是依泥乃生此花。这个莲花是在潮湿的地方，在污泥里面，你才能够找到莲花。离开污泥，莲花不可得啊。维摩诘居士虽然生活在世间，但不沾染世间的烦恼习气。虽然家有这个妻子有小孩，但常修清净佛道。虽然呢有他的眷属亲戚朋友，却享受着远离成熟、超越苦乐的安宁。这就是佛法最高的境界啊！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有的人问啊，他说啊，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怎么的人啊受这种苦？他说是不是佛教所讲的共业？他说为什么会是共业呢？在这边跟大家这个解释一下这个有关这个共业这个道理。这个共业呢，有从两方面来讲就是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个业报相同，就叫共业。另外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多生多世造下的种种这个恶业积在一起，这个叫共业。所以我们这一次疫情呢，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这么多国家的人民都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这个就叫共业。那么在共业里面还有别业，也就是说，虽然呢全人类都遭受了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受这个苦，但是有的人他就很庆幸他没有因为这个疫情死了，他没有因为这个疫情被传染了，这个就叫共业中这个别业。那我们这个佛教徒呢，不管是共业也好，别业也好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慈悲心，要有一个像维摩诘居士这种这个利他的菩萨精神
就是我们要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度化到他们。比如像我们在每个星期五在这边讲维摩诘经，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听闻佛法学到大乘佛教的慈悲思想那么不单单他自己觉悟了，得到一种超越了远离的烦恼，也希望把这种正能量传授出去让更多人有佛法的智慧，让我们更加的坚强去面对这个疫情这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当然呢，我们要在疫情当中这个佛弟子要帮助大家度过这个疫情，方法是很多的这个讲经说法、禅修、念佛诵经，这个都是很好的一种途径去帮到大家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疫情能够让大家更加有这种智慧，去觉悟到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那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加的珍惜我们的身体当我们家庭很安定的时候呢，我们更加要珍惜我们的这个来之不易的这种这个家庭的幸福快乐这是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应该要想到的事情。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如果是你们有听到这个维摩诘经的课程以后有问题可以发电邮给我，或者通过不同的途径把问题把它传给我们，那我们下一次有空的时候呢，统一跟大家做一个解答最后我们把讲经的听经的一切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